嗨，亲爱的小耳朵们，你们好，我是 Marshall， 喜欢讲故事的 Marshall。今天是1001夜第2集，我为大家送上阿拉丁和神灯。咱们开始吧。从前，有一个非洲的魔法师得到一本魔书，书中说，在古老的中国北方的一座高山里，有一座世上独一无二的宝库。宝库中藏着一盏万能神灯，只要有人用手擦它一下，神灯的仆人就会满足主人的各种要求。不过，这座宝库只有一个名叫阿拉丁的孩子才能打开。于是这个魔法师四处打听，终于找到了阿拉丁。当时阿拉丁只有15岁，他和母亲相依为命，过着贫苦的生活。魔法师谎称自己是阿拉丁的伯父，用丰厚的礼物骗取了阿拉丁和他母亲的信任。一天，魔法师和阿拉丁出去游玩，把他带到了藏有宝藏的山谷中。魔法师捡来一些树枝点燃，从衣袋里取出一些香料，撒在火焰中，嘴里念起了咒语。浓烟笼罩下的大地突然震动起来，随着一声巨响，地面裂开了。阿拉丁吓得拔腿就跑，拔脚就跑。魔法师立刻抓住他，假装温柔地说，我的孩子，我带你到这么远的地方来，就是为了让你成为一个富有的人。阿拉丁回头一看，只见从裂开的地方逐渐显露出一块长方形的云石，中间系着一个铜环。魔法师对阿拉丁说道，我的孩子，你要做的事非常简单，只要你握着石板当中的那个铜环，把石板接起来，沿路走进去，你就可以看到丰富的宝藏。阿拉丁按魔法师所说的去做，果然轻而易举地挪开了那块巨石。他向里面探头看了看，原来石板下是一条地道口，有12级台阶通往地下。魔法师继续说，现在你沿台阶走到底层去，在那里你会看到很多间房子，里面装满了金银珠宝，但你千万不要碰它们。当你走到地道的尽头，穿过一座花园，将会看到一个富丽堂皇的大厅。你什么都不要动，把大厅里的油灯取下来，倒掉灯中的油，然后把它装在胸前的袋里带回来。魔法师从手上脱下一个戒指，替阿拉丁戴在食指上，接着说道，这个戒指会保护你的，你就大胆的去吧。阿拉丁按照魔法师的吩咐，快步走下台阶，穿过地道，路过花园，一直进入了大厅。这一路上他害怕极了，根本没有心思注意身边的景物。在大厅里，阿拉丁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找了很久，最后终于找到了魔法师描述的那盏神灯。他紧张的心情这才放松下来。阿拉丁取下神灯，倒掉灯油后，高兴地举着神灯走出大厅，心满意足地欣赏着园中的美景。他惊奇地看到，院中树枝上
结满了漂亮灿烂的宝石果子。他十分喜欢这些东西，摘下许多放在了口袋里，然后继续往外走。很快，阿拉丁就来到了地洞口。当他走上台阶到达最后一级时，发现这一级台阶非常高，由于身上带的珠宝果实太多，阿拉丁很难攀上去。于是阿拉丁伸出手来，想让魔法师把他拉上去。但魔法师以为阿拉丁想将神灯据为己有，不愿将神灯交给他，就气急败坏地用魔咒把洞口给封住了。被关在洞中的阿拉丁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摸索着，感到自己几乎没有活命的希望了，就忍不住伤心地哭泣起来。阿拉丁不知哭了多久，可一直没人来救他，急得下意识地搓起了手。在搓手的过程中，他无意间擦到了戴在手指上的戒指。突然，一个威风凛凛的巨神出现在他面前，用洪亮的声音向他说道：“主人，你有什么吩咐？”原来阿拉丁手上的戒指是一件宝物，无论遇到什么危险，这个戒指都能保他的主人平安，并且能给他以胆量和勇气。绝望的阿拉丁听到说话声，抬起头来四处打量。他被巨神可怕的样子吓得浑身发抖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巨神用恭敬的语气说：“戴在您手指上的这枚戒指是我的主人，现在您拥有它，您也就是我的主人了，我得服从您的命令。您需要什么，只管告诉我，我会为您做一切。”阿拉丁听完，又想起魔法师给他戴戒指时嘱咐的话，便不再害怕了。他鼓足勇气，试探着说：“我想回家，你能把我带出去吗？”阿拉丁刚说完这句话，洞口突然裂开，他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，便已经十分安全的到了家门口。阿拉丁回到家后，把自己的神奇经历讲给母亲听，还把带回来的油灯交给母亲保管。母亲见那盏油灯很脏，便伸手想把它擦拭干净。出乎阿拉丁母亲意料的事情发生了，他刚擦了一下油灯，那个高大的灯神便出现了。灯神看起来非常凶恶，他粗声粗气地说：“神灯的主人，我是您的仆人，你需要什么？”灯神的可怕形象把阿拉丁的母亲吓得魂不附体，当场晕了过去。阿拉丁连忙扶起母亲，拿起神灯说：“请为我们准备一些好吃的。”话音刚落，灯神就不见了。不一会儿，灯神用精致的托盘端来了丰盛的饭菜。“母亲，快来享用这些美味佳肴吧，咱们再也不用挨饿了。”阿拉丁对母亲说。阿拉丁的母亲目瞪口呆地看着一切，好半天没有缓过神来。阿拉丁和母亲坐在托盘面前，尽情享受着这些美味。从此，在神灯的帮助下，阿拉丁和母亲过上了衣食无忧的生活。不过，阿拉丁母子俩虽然知道自己有花不完的金钱和用不尽的物品，但他们却毫不浪费，
仍然过着节俭的生活。他们并没有因为有了神灯而改变原来的生活。随着时光的流逝，阿拉丁逐渐懂事了。他不再贪玩，而是不断地充实自己，并开始着手经营一些小生意。慢慢的，他成了一个颇有名气的小商人。一天，阿拉丁路过皇宫，碰巧看见一队卫兵簇拥着公主出门，就站在路边看热闹。只见公主步履轻盈，身姿婀娜，简直就像仙女下凡一样。阿拉丁立刻爱上了公主，决心一定要想办法娶她为妻。阿拉丁恳求母亲到王宫里去求婚，结果遭到了国王的拒绝。不久，国王便昭告天下，将公主许配给宰相的儿子。阿拉丁听到这个消息，伤心极了。看来阿拉丁这个故事特别长，对，我把它分成了2部分，所以呢，请大家继续期待我的第3集吧，也就是阿拉丁和神灯的下。那么今天的这一部分呢，就是上集。好，那咱们下次再见。